嘿，欢迎来到真源的频道，这里不只是频道，更像是一场神秘的派对。我是你的频道指南，准备好和我一起玩转神秘世界了吗？别错过，这里每秒都有新奇的冒险等着你。各位师兄姐，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真员工大家发心发力来做散播。班长有丢这个议题啊，让我们大家来做研讨。那班长后续再做最后的一个总结。题目是朋友家的祖先来求助的时候怎么办？是用这个议题来做一个我们开会的一个讨论。不晓得哪一位师兄或者是师姐，首先愿意提出他个人的心得，或者是分享的，可以先举手或者是先发言。当然啦，我觉得是说，别是光别人朋友家的祖先啦，自己家的祖先，如果个人有经验，也可以来做一个分享，甚至是一个探讨。我分享。就是我刚走进真源开始修行之后，那我分享在那个正气的时候，我记得在正气的时候，陆陆续续有新的师兄姐进来。那个时候就是每次如果遇到吴大姐啊，就是尤其是清明或者中元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同修的祖先来求帮忙。那个时候我跟玉芬也都会下去帮忙。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我在家里做功课，也会有那个其他的师兄姐的祖先来找我求帮忙。那个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有跟他们的祖先沟通，那就是请他们回去找他们自己的有缘子孙，或者是在修的子孙，请祖先们去找他们。然后求助自己的子孙来处理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有沟通过，然后就没有再来干扰我。我那时候的处理方式是这个样子啊，大概就是这样。谢谢。我要分享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就是在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位师姐她的妈妈是癌末嘛。那他还没有往生以前啊，那时候我有提醒他说，你要记得就是帮你妈妈申请那个诺那金色，有人帮他念经什么的，我就跟他提醒了好几次。那他一直跟我讲说，不用，他们都安排好了，助念的人什么都安排好了。然后我跟他讲说，好啊，你安排好了就好，他要记得就是可能要帮他做一下灵疗。结果那一次我跟班长去台北找姐夫，结果我们刚坐下来吃饭，就接到电话，就是那个要去助念的人全部给他们放鸽子。然后我那时候我在想说，他自己灵力也蛮高的嘛，那他自己应该有帮他妈妈做灵疗。结果到那一天他才临时找不到人，然后要诺那金色的电话什么的才找我。然后那一天晚上12点多，我在那个饭店的门口，就是我在饭店里面，他在我的房门口，他妈妈就来找我。可是因为我跟他女儿提醒了很多次啊，他女儿都觉得他已经全部都做好了，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只有念佛号给他。后来我又找了跟他比较要好的师姐，然后跟他讲他妈妈有来找，然后要做灵疗什么的，然后他才后来才勉为其难的叫我们帮他做。那后来就是帮他做完以后，他妈妈就是帮他整个做完灵疗以后，他妈妈才很放心的走。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来找我们？然后我要做之前，因为他女儿一直不喜欢我们介入，所以我也没有就是主动就是要帮他做什么这样。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是持开放的态度，你不管是人家提醒你什么，你说有人助念，有人怎么样，
是你有确认好还是怎样？因为人往生的时候，刚往生的时候是真的会很慌啊，因为也以前有死过，但是已经重新投胎也没记忆了嘛，然后又没有修行，那个时候真的会很慌。因为之后我有做了几个师兄姐家人的那种突然往生的，包括上一次做那个太包师兄他的哥哥，那一种惊恐的程度，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修行，你不知道要临终的时候至少要你一念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念阿弥陀，然后在那个当下你真的会很害怕。那我们在阳世的子孙啊，如果你真的有在修行，你的家人啊，就是你的祖先，其实他们是真的是，当你开始修行昭告天地以后，人鬼神三界以后，其实他们身上是有做记号，就是我的祖孙已经开始在修行了，然后他们也可以同步在地府的地方，也可以同步修行。所以其实不要小看你一个人在修行，你在修行的时候真的是惊动人鬼神三界。以上，谢谢。那最近的一次发生是，有一天我姐姐跟我说，她的女儿常常做噩梦，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做噩梦之后就会吓醒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天想说，不行，那我一定要问一下怎么回事。然后问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是祖先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祖先的问题就是一直来干扰，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每天晚上做噩梦，然后梦见的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除了姐姐做噩梦之外，弟弟也做噩梦。后来就是我去这个确认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祖先来讨功德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功德之后，就是有把这件事情圆满的解决了这样子。所以以我的认知是，如果说不管说是不是有没有相关联的能量，或者是别人的祖先来找，那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协助处理的话，那就是请他就是沟通，然后请他去找可以做主的人，或者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对方的人这样子。那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可以接收能量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跟对方做沟通这样子。那我也有遇过就是别的能量来找我，然后但是我坦白说，我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就是他来找我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只能用玉芬姐跟班长那个时候教我的方式，然后就是跟他说，如果你来找我是有求于我，那你就必须要说白话让我知道。那如果你不让我知道，你又用不同的方式来吓我，然后我就会就是请你离开这样子。对，所以我会用2种方式处理。第一个就是请他去找可以协助他的人，然后第二个就是请他翻成白话，然后让我知道，看我能够协助他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就是遇到能量来的时候，我会用这2种方式处理。我也要分享说，之前也有一个经验，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开读书会的时候，然后初期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刚来没多久，几次之后，那一次我跟吴敏师姐就有感觉有能量，就是说不太好的那个状况。那就是我们结束之后，然后因为结束之后我们要忙着做晚餐嘛，那之后我们会去散步。那在那当下，我就跟吴敏师姐做确认，然后在那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静态的，就是说不是静态的做静态，我们是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做确认，然后后来就是等于说，我就一直跟对方的爸爸一直聊，等于有一点在聊天的状况了，因为他
说他很高兴他的小孩能够来到这边，然后他想要告诉他说那个修行的重要性，就是说人生难得，那有这个机会一定要修行这样子。那就这个过程之后，文敏师姐也跟我做确认，那当下我们是觉得说那就应该就是这个状况，可是我们并没有马上的去告诉我这个朋友，因为一来我们会担心说我们这样子跟他讲会让他误会，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找一个很适当的时间点，然后再来告诉他这件事。那后来就过不久之后，就刚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在谈到他爸爸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机会，然后就有告诉他这件事。那一样的就是说，在当时我们也是告诉他爸爸说，你要透过我们去跟他讲，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一定不会相信我们所说的。那是不是你去跟，就是说跟你比较有缘的子孙，然后由他透过他，然后去告诉你这个女儿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子跟他沟通的。这个我相信班长那个稍后可能可以帮忙分享一下，有很多遇到了一些所谓的高手来试功夫的，还有所谓功法的这种灵学就是灵魂征收术的这一方面的也算是小我的一个功能的部分。那这可能这个后面要请班长来帮我们这个完善跟详尽的告诉我们一下。好，班长请说。我先解释刚刚那个有些求助者他是以高姿态出现，就跟阿福说的一样，就是说罗摩来要跟人呛赌，那其实他的背后他是要来求助，但是他不愿意以低姿态出现，他会用这种姿态出现。我们要能够去破解它，当你破解了之后，他就会用很软的姿态来求助。这个未来或许各位会有经验那我要提醒这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来的力来的那个灵或者那个能量很暴力很强势，你就要屈服。其实这个要用智慧去从后面去破解它的去破解它之后，自然就知道怎么去解决。那这个当然需要一点点经验值了那另外崔师兄说的那个来气干呼那种气干呼通常不会是灵啦，不会是灵来气干呼，通常都是人要给你气干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不要乱灵动的由来。你出去在那边跳在那边动，很明显外面有很多高人能人异士很多，人家会私底下给你气干呼。那如果各位不知道什么叫做气干呼人哪里给你气干呼，你跳过一挂你的温柔人家还没有碰到你的温柔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千万别招摇的概念，也尽量灯关小一点，不要让人家发现我们在修，好好的修自己比较重要，然后把自己的金刚体赶快练起来，这个才是重点以上谢谢。谢谢班长这个真的也是告知我们这个我们越讲越多，越能够了解这个谦虚的重要性这个我也觉得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在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多少都是高高低低那唯有就是修行一直在一个路上，好好的多听有经验值的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能够告知我们内观，然后一直做修正，我觉得这才是正道。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的观赏。